女人只是在河里洗了个澡，竟引得无数雄性兽人疯狂饮用，就连天生怕水的狮子都要在水里泡上3天3夜，甚至河里的800年老王八都摇身一变成为帅哥。只因女人是整个星际大陆唯一的3S 级雌性，身上所有的废料在雄性眼里都是至宝，随便一闻都能增加2年半寿命。而刚穿越过来的苏诺诺却对此一无所知。雌性，我闻到了雌性的味道，你们都别抢，它是我的。苏诺诺顿感一阵地动山摇，抬头便看见3只凶猛的野猪正向他猛冲而来，情急之下他连忙起身逃跑，但慌乱间却是被一块碎石绊倒，脚踝钻心的疼痛也让他冷汗直流。而更可怕的是，那3只野猪瞬间便将他围住，眼中充满了疯狂和贪婪。苏诺诺顿时被吓得开始求饶起来，求求你们不要吃我，我没什么肉的。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阵淫笑。好美的小雌性，她的声音娇滴滴的，我的魂都被勾走了，我已经忍不住要和她交配。什么交配？原来这些野猪不是要吃他，而是要和他做那个。就在他思索间，刚刚还面目狰狞的3只野猪眨眼便化作3个威猛雄壮的男人。受伤的苏诺诺哪里会是3个雄性兽人的对手？很快他便被人从身后抱住，身上的衣服也慢慢被撕开。苏诺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，眼泪也如断线的珍珠不停掉落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声霸气的狮吼突然响起，紧接着一个雄性兽人便飞了出去。苏诺诺怔怔地睁开眼，只见一只威武的白色雄狮出现在视野中，他的眼中此时正闪烁着令人打寒战的凶光。另外2只猪妖也愣住了，不过很快便回过神来。白狮是力尽上将，快跑！随后3个雄性也顾不得其他，纷纷变回野猪落荒而逃。这时白狮也收回了力气，看着苏诺诺惊恐的眼神和破碎的衣衫，他默默往后退了几步，随后转过身去化作人形。而他的脸上也不自然地出现一抹红晕，因为在雄多雌少的星际大陆，雌性的身体只有被选上的兽夫才有资格看。这时厉静快速脱下自己的外套。尊贵的雌性，如果您不嫌弃，可以先穿我的衣服。闻言苏诺诺一愣，在明白男人没有恶意后，他缓缓起身，可脚踝的刺痛却又让他倒了下去。白狮听见动静，心里也是一惊，不过又不敢贸然回头。苏诺诺咬了咬嘴唇，泪水也在眼睛里打转。我的脚踝好像扭伤了，站不起身。白狮听见对方那带着哭腔的声音，做了一番思想斗争后，内心也不再犹豫。不好意思，得罪了。话落，他拿着外套转过身来，苏诺诺惊得连忙把破衣服碎片挡在胸前。虽然男人白狮形态的时候已经看过了，可毕竟对待动物和人心境是不一样的。他抬头偷偷瞄向厉静，这才发现对方是闭着眼的，长长的睫毛如同扇面般垂落，脸庞如雕刻般完美，而那一抹红晕更让苏诺诺心中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厉静心中估算的距离随后准确无误的在苏诺诺面前停下，然后双手捧着外套单膝跪地。苏诺诺有些惊讶的从对方手中接过外套，这还是第一次有男人在他面前单膝跪地。他下意识的说了声谢谢，殊不知这让厉静内心泛起了极大的涟漪，因为在这个雌少雄多的世界，雌性不仅能拥有多个雄性兽父，更是享有最高的星际待遇，所以大多的雌性都骄纵蛮横，这么善良会说谢谢的真的很少见。苏诺诺很快将衣服套在身上，他看着面前优雅又帅气的男子，连脚上的伤痛都暂时忘了去。厉静这时也感觉气氛不太对，睁开眼正好对上苏诺诺的明亮的眼眸，脸上的红晕不禁又多了些，他连忙开口打破沉默，尊贵的雌性，您脚上的伤很严重，最好跟我回军事基地去治疗。苏诺诺闻言眨了眨眼，军事基地？许是听出了小雌性的疑惑，厉静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有自我介绍，小雌性说不定还以为他是坏人，于是他将右手放于心脏，行了一个标准的礼。尊贵的雌性，我叫厉静，是星耀帝国第1军事基地的上将，很荣幸能为您效劳。苏诺诺看着对方正直的样子，想到自己刚来这里人生地不熟，而且军人总归是靠谱些的。我愿意跟你走，不过我的脚受伤了。闻言厉静直接将苏诺诺拦腰抱起，苏诺诺先是惊呼一声，而转眼便发现自己已经骑在一头大狮子的身上。尊贵的雌性，请您抱住我的脖子，大概15分钟就可以到基地。苏诺诺害羞的点了点头。好的，对了，我叫苏诺诺，你也可以叫我诺诺，你总叫我尊贵的雌性，有些不太习惯。诺诺。化作白狮的厉静心中一颤，他还从未如此亲密地叫过一位雌性的名字。大概1刻钟后，厉静抱着苏诺诺火急火燎地冲进医疗部。兔河，小雌性受伤了，快为她做全套检查。穿着白大褂的兔河被惊得兔耳朵都冒出来了。就算您是上将，也不能不敲门，毕竟兔子胆子小，方才还以为是虫族入侵。不过他也注意到厉静的急迫，于是也不再耽搁，连忙让厉静将怀里的小雌性放进医疗舱。随着检测的进行，屏幕上一系列信息开始显现出来。然而轮到精神力时，屏幕上的评级开始疯狂跳动 ，BF、BCB， 看着不断上升的数值，厉静紧紧地咬着嘴唇，内心极其渴望地望着屏幕。兔河也不一时停住呼吸，双手早已不自觉地握成拳头。会是 S 级吗？帝国已经几万年没出现过 S 级了。两人正这么想着，屏幕上的评级果然跳到了 S 级。然而正当两人松了口气时，检测机器上突然出现了红色感叹号，警报警报，机器出现故障。随着机械提示音的响起，整个检测系统直接瘫痪罢工。而医疗舱里的苏诺诺听不见外面的声音，看着厉静和兔河的脸色都不太好，内心也不禁猜测起来，难道是查出自己
己有什么大病吗？厉进皱了皱眉头，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？这可关乎于帝国的未来。兔河对此也充满了疑惑，这还是这台机器第一次检测雌性精神力，难道是太久不用出问题了？说着他上前将医疗舱打开，厉进熟练地将苏诺诺重新抱回怀里，而苏诺诺也在感叹对方的男友力之强，一只手就能将他抱起来。啊，我的身体是不是有问题？我看你们的表情都不太好。听着小雌性叫着自己的名字，厉进耳尖微微发红，还是淡定地说道：没有，诺诺身体很健康，只是体质有些弱罢了。以后要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讲。苏诺诺乖巧地点了点头，然后靠在厉进的肩膀上。厉进，我有些累了，想去睡觉。而边上的兔河明显的有些不开心，我又不是狗，凭什么喂我吃狗粮啊？但厉进却不去理会，直接抱着小雌性往房间走去，轻柔地将她放在床上，看着她熟睡的面庞，厉进忍不住嘴角上扬。而此时的医疗室内，黑豹兽人莫岭正在逼问兔河，小雌性的精神力等级是多少？闻言兔河抖了抖耳朵，食肉动物还真是有些可怕，不过还是让你失望了，精神力没测出来。莫岭当即苦笑一声，那笑声中满是无奈与自嘲。他是 S 级黑豹兽人，且狂暴值已经高达98%，如果再得不到安抚，他就会变成一头没有理智的猛兽。可星耀帝国已经没有 S 级雌性，而 A 级雌性根本无法与他匹配，到时候他很可能伤害与自己并肩作战的队友。所以如果真的到了那种地步，他只能选择提前了结自己的生命。厉进为苏诺诺处理了脚踝的伤后，转身来到会议室，他坐在上位严肃地开口：今天我们在丛林东区发现一名人类雌性，鉴于他的腿部有伤，要在我们基地休养一段时间，期间要按雌性保护法给予他最高的待遇。但这顿时引起了莫岭的不满。一个没有精神力的小废物而已，又不能对雄性进行安抚，值得我们这样认真吗？厉进也对这个即将满狂暴的兽人有些同情，所以只能耐着性子去解释。莫岭，小雌性是一个生命体，生命并不是用能力去衡量的，它可以有它自己的生活，去过自己想要的。兔河也认同的点头。没错，难道他有精神力，你就能去强迫他给你安抚？可莫林此时已经有些疯狂，他恶狠狠地盯着兔河。如果他真有精神力，哪怕是强迫我也会做，只要能降低我1分的狂暴值。而兔河则被盯得瑟瑟发抖，兔耳朵又冒了出来。闻听此言，厉进直接愤怒地拍桌。莫岭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身为帝国军人，你忘记你的使命了吗？此时的莫岭哪里还能听得进去，暴躁地与厉进针锋相对。我是 S 级，你是 SS 级，你应该知道 S 级的雄性匹配有多难，而我的狂暴值已经高达98%。黑岭说完，面上是浓浓的不甘。起初他还以为是兽神慈悲，在他即将失控暴走时，为他送来一个救星，但却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话落，他直接摔门而去。而此时的苏诺诺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肚子也适时有了饥饿的感觉，掀开被子准备去找点吃的，这才发现自己受伤的地方都已经被处理过了。是厉进为我包扎的吗？厉进上将真的好温柔，但该疼的地方还是疼。他小心翼翼地扶着墙出了房间，但没想到正与怒气冲冲的莫岭撞了个满怀。再次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趴在莫岭身上，摸着对方那结实而发达的胸肌，一句男妈妈径直从苏诺诺的嘴里进了出来。莫岭锋利的剑眉一挑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快点从我身上起来！莫岭的气势属实让苏诺诺有些害怕，他连忙惊慌的想要起来，但脚上的伤痛还没好利索，只能磨蹭着身体慢慢挪动。可这却把莫岭给害惨了，他只感觉有一种本能的欲望在疯狂咆哮，却又在理智之间来回拉扯。他不停地劝自己冷静，对方不过是一个没有精神力的小废物而已。可他之前明明对帝国给他安排的极致雌性都毫无感觉，现在怎么会对一个没有精神力的小雌性失控？他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，然后主动扶着苏诺诺站起，看了眼打开的房门后，莫岭的心中有了些恼怒。厉进让你住他的房间，自己都没听出来，语气有些不对劲。苏诺诺听到厉进的名字，眼睛一亮。你知道厉进在哪吗？可以带我去找他吗？厉进在开会，会议内容是有关于你的。莫岭嘴角一勾，带着几分恶趣味。现在星耀帝国雌性连总人口10%的比例都达不到，导致帝国子嗣严重减少，再这样下去灭国都有可能。而你虽说是没有精神力的小废物，但却是一个具有完整生育能力的雌性，突然从天而降，你觉得帝国会放弃这个机会吗？厉进正在讨论把你和其他雄性匹配在一起。苏诺诺瞳孔紧缩，那3只雄性野猪强迫他的行为又在脑海里回放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不要！莫岭不知道苏诺诺之前的经历，看他被吓得浑身发抖，面色惨白，瞬间心里就不是滋味，一点都没有了逗他的乐趣。小雌性，你别哭啊，我逗你，是我说错话了。莫岭抬手用指腹抹去苏诺诺的眼泪，可小雌性就是不停的哭，怎么都哄不好，这可怎么办？玩笑开大了。莫岭一时之间束手无策，简直比上前线打仗还难。他根本就不会哄小雌性，学的那些伺候雌性的礼仪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苏诺诺哭得伤心，真的会把他送给其他雄性当做生育工具吗？无数的恐惧吞噬着自己，让他觉得在这个陌生的世界特别孤单，无依无靠。就在这时怀里一暖，紧接着湿漉漉的舌头在舔舐着他的脸颊。
苏诺诺疑惑地睁开眼，就看见他的怀中有一只幼体的小黑豹，圆溜溜的琥珀色瞳孔，皮毛宛如黑色绸缎，带着光泽度。同样震惊的还有莫林，他的精神体在没有自己的允许下，突然从精神世界钻了出来，雀跃地扑进苏诺诺怀里。小黑豹亲密地用头蹭着他的脸颊，向他示好，表现出来的样子竟是十分喜欢这只小雌性。苏诺诺伸手摸着小黑豹，它的毛比较短而硬，但顺着毛抚摸又能感觉到一种顺滑感。莫林眯着眼睛，强忍下精神体传来的共感带来的愉悦感，舒服到每个毛孔。他能感觉到苏诺诺柔软的小手在他身上抚摸的触感。再这样下去，莫林试着召回精神体，可小黑豹怎么都不肯回去，又不要脸地舔了舔苏诺诺的脸颊，这让莫林根本没眼看。舌尖的倒刺让苏诺诺觉得痒痒的，他笑出了声，眼泪也成功止住了，这倒是让莫林松了口气。小雌性总算是不哭了。苏诺诺把小黑豹抱起，就靠在自己的胸口处，柔软的触感传来，让莫林脸颊微红。好在他的巧克力肤色，脸红的不是很明显。这只小黑豹是你养的宠物吗？可能是刚哭过，小雌性的声音越显得娇了。莫林手掌托着脸颊，看向了别处。你怎么知道它是我的宠物？感觉你们长得还挺像的，不过小黑豹比莫林可爱得多。苏诺诺低头在小黑豹头顶亲了一口，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动物，这让莫林浑身一僵。这只小雌性还真是大胆，而精神体却越发兴奋，在苏诺诺怀中往上窜，竟直接在他娇嫩的唇瓣上落下一吻。苏诺诺一脸笑呵呵的样子，很是享用，而莫林已经连呼吸都开始了不稳，站起身，一把拎住小黑豹幼崽的后颈，将它从苏诺诺怀中提起。嗷呜！小黑豹挣扎着，一点都不想离开苏诺诺柔软的怀抱。真是够了。莫林咬牙切齿，红着脸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。等下，苏诺诺突然抓住了莫林的裤腿，有些害怕地问道：“那个，你有食物吗？我有些肚子饿了。”莫林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就当作是惹哭他的赔偿吧。一手松开了小黑豹幼崽，转过身蹲下，将苏诺诺抱起。苏诺诺惊呼了一声，没想过莫林会抱他，本能的有些害怕，身体都变得有些僵硬。这么近距离接触，莫林自然也察觉得到。不是要吃东西，就你这腿，能自己走。苏诺诺红了脸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谢谢，麻烦你了。那个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”莫林一声轻笑，想知道别人名字前，不应该自己先自报家门吗？走廊的尽头就是莫林的房间。进房间后，莫林将他安稳地放在沙发上，而小黑豹一跃又扑进了他怀里。莫林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转身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营养液，递给了苏诺诺。喝吧，这是营养液，能快速的补充身体所需能量和各类营养，饱腹感很强。苏诺诺打开瓶盖，喝了一小口，好看的眉毛瞬间皱起成了苦瓜脸，嘴里的营养液难喝到难以下咽的程度，可是又没地方吐，挣扎了好久，眼睛一闭心一横才咽了下去。莫林看着他的小表情十分有趣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准备去赴死呢。嗨，这也太难喝了吧！苏诺诺盖上瓶盖，将营养液放到一旁，不打算再碰了。莫林见状，又从冰箱里拿出了其他颜色的营养液，这些是新研发出来的水果味营养液，据说味道不错。苏诺诺将信将疑地挑了一瓶粉色的液体，浅尝了一下，发现是草莓口味的，比之前那瓶好喝了不少，又连喝了几口。看着苏诺诺喜欢的样子，莫林微微一笑，记下了他喜欢的口味。一瓶喝完，苏诺诺舔了舔嘴唇，确实有饱腹感了，就是味蕾不满足。对于食物，营养液哪里比得上热乎乎香喷喷的饭菜呢？怎么了？一直观察着小雌性的莫林察觉到他似乎有些失落。你们这有食材吗？苏诺诺好奇地问道。还是说星际世界已经淘汰掉绿植蔬菜了呢？莫林眉毛一挑，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有，不过基地里注重高效率，没人愿意浪费时间在烹饪上，我们都是用营养液作为补充剂，十分便捷。但你享有最高的待遇，你想吃什么？明天我让人给你安排。热的食物。苏诺诺闻言竟觉得有些受宠若惊。什么都可以，我不挑食的。知道了，我来安排，就当是服从上将的命令，给予小雌性最高的待遇。莫里拿过苏诺诺喝过的那瓶营养液，大概是已经喝习惯了，他并不觉得有多难以下咽，很快就喝完了。苏诺诺脸颊微红。莫林，这是我喝过的。他们这样算不算间接性接吻？莫里拿着空瓶子微微出神，味道跟从前一样是没错，可是喝完却莫名有种舒心之感，很微弱。错觉吗？直到苏诺诺出声，他才回过神。军中资源有限，你不喝我不喝，丢掉吗？苏诺诺一时之间有些窘迫之色，丢掉确实太浪费了。小黑豹突然向莫林呲牙，嗷呜，仿佛在说你态度好点。莫林失笑一声，要不是看在他是自己的精神体，真想暴打一顿。见色忘义的家伙，他才是他主人好吗？苏诺诺一惊，小家伙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暴躁了？抱抱，乖哦。白皙的手掌又一遍遍的给小黑豹顺毛，他瞬间眯起眼睛，十分享受，乖乖坐在苏诺诺怀里。莫林手握成拳，真是的，还要让他忍耐多久？内心却又十分贪婪这份愉悦感。苏诺诺尽情地摸着小黑豹，从头沿着脊柱一直摸到尾巴尖尖。莫林被摸得猝不及防，尾椎骨传来战栗，
浑身一抖，腿软的差点就跪下了，死死咬着唇才没发出声音。而那边苏诺诺还不打算停手，好奇地朝小黑豹腹下摸去。他是男孩女孩？莫里迅速出手，抓住了苏诺诺的魔爪，男的，声音十分低哑，呼吸也有些急促。苏诺诺抬眸看着眼前的黑皮帅哥，这么你看起来不太好，是哪里不舒服吗？莫凛红了脸，句爆炸，算不舒服吗？莫凛实在忍受不住体内的躁动，生怕下一秒就会失控伤到他。那你好好休息。随后强行收回还在撒娇的精神体，几乎是落荒而逃。没过多久，厉进会议结束，他推门而入，将他带回自己的房间。苏诺诺刚喝完营养液，只觉得身上黏糊糊的难受。之前在丛林里摸爬滚打了一身汗，现在只想洗个热水澡。厉进，我想洗澡，可是我的脚……他有些为难地看向刚进门的男人。厉进脸颊发烫，诺诺要用他的浴室，心跳莫名加速。他找来布条蒙住眼睛，白色布条衬着俊美的五官，又纯又欲。诺诺正盯着他看，突然被拦腰抱起。你干嘛？他惊呼，下意识搂住他脖子。脚上有伤，摔着怎么办？我不放心。厉进声音低沉，抱着他往浴室走。诺诺脸更红了。等等，厉进是什么意思？要跟他一起洗？这太尴尬了。声音越来越小。别动。厉进收紧手臂，蒙着眼也能走。房间布局我都记得。水放好后，他坚持要守在一旁。我自己能行。诺诺小声抗议。不行。厉进摇头，我得在你身边，不然我不踏实。诺诺羞得低下头，不敢看厉进，轻声说道：你先出去吧。虽然厉进蒙着眼看不见，可是他还是有羞耻心的好不好？心也砰砰砰的一直跳。最终他退到门外，却始终竖着耳朵。浴室里，诺诺泡在温暖的水中，那米粒子轻柔按摩着肌肉。厉进他突然唤道：帮我拿浴巾。门外的男人喉结滚动。好。他精准取下浴巾放在浴缸边，全程背对着他。诺诺裹好浴巾，突然调皮地跳上他后背，背我回去。厉进稳稳拖住他，呼吸却变得粗重。诺诺玩心大起，指尖划过他通红的耳朵。你耳朵好烫。我有些热。厉进的声音沙哑，喘着粗气。厉进将诺诺轻柔地放在床上，而后从衣柜里拿出了新衣服。基地里没有女装，先委屈你穿我的衣服，不过这套是全新的，我没穿过。你穿过的我也不介意。诺诺笑着套上袖子，卷了好几圈，看着仍蒙着眼的厉进，他突然勾勾手指，过来。男人克制地停在安全距离。诺诺嘟了嘟唇，有些不满，再过来些。厉进被在身后的手握紧了些，小磁性娇软的声音就像是在魅惑他一般，让他心乱如麻。厉进一步步走向诺诺，心跳随着脚步加快。当他走到床边时，诺诺突然伸手拽住他的衣领，轻轻一拉，厉进顺从地弯下腰，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，他甚至能感受到他温热的呼吸拂过脸颊。别动。诺诺轻声说，手指灵巧地解开蒙在他眼睛上的布条，眼前突然亮起的光线让厉进眯起眼，视线逐渐清晰后，映入眼帘的是诺诺近在咫尺的脸庞。他下意识攥紧拳头，强压下想要亲吻他的冲动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东西。诺诺歪着头问，不只是厉进喉结滚动，你特别好看。诺诺扑哧一笑，这么会说话。两人四目相对，房间里安静的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。厉进忍不住抬手轻抚他的脸颊，触感柔软的不可思议。诺诺顿时红了脸，睫毛轻颤着垂下。厉进慢慢低头，就在双唇即将相触的瞬间，他突然停住了，理智战胜了冲动。他还没有选择他作为配偶，他不能越界。很晚了，该睡了。他直起身，声音有些沙哑。诺诺飞快钻进被窝，心跳如雷。刚才他是要吻他吗？床垫微微下陷，厉进坐在床边，等你睡着我再走。厉进，诺诺突然小声问，你会把我送给其他雄性吗？厉进皱眉，谁跟你说的？是莫岭说你在开会讨论要把我跟其他雄性匹配为帝国，增加人口。说着说着，诺诺眼角挂上了小珍珠，十分委屈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就偷偷逃走，再也不要见厉进了。胡说八道。厉进无奈地揉揉他的头发，星际法严禁强迫雌性匹配，再说我们的雌性生育力很强，根本不存在人口危机。诺诺眨眨眼，所以他骗我。他就爱恶作剧。厉进轻笑，握住他的小拳头轻轻展开，在手背落下一个虔诚的吻。厉进以第一军事基地上将的名义起誓，永远忠诚于诺诺。诺诺脸更红了，怎么突然这么认真？所以厉进继续说道，希望诺诺在挑选受夫的时候可以考虑我。说完，俊俏的脸上也泛起了红，目光却十分坚定。受夫？诺诺一脸茫然。在星际，雌性可以拥有多位伴侣，但雄性一生只能追随一位弃主。厉进解释道，从见你第一眼我就认定你了。诺诺眼睛一亮，这不就是他看过的女尊小说设定吗？再多讲讲你们星球的事吧。他兴奋地撑起身子，厉进温柔地讲述起星际历史，直到听见均匀的呼吸声。低头一看，小雌性不知何时已经睡着了。他轻轻为她掖好被角，正要离开时，手腕上的光脑突然亮起。星耀帝国最高权限的视频通话请求不容拒绝，是陛下。帝国陛下端坐在象征无上权力的皇座上，瑟兰迪尔的目光越过白莱奥，落在床上的诺诺身上。他指尖轻点虚拟
拟屏幕，立即放大画面，只见他像只慵懒的小奶猫般侧卧着，粉嫩脸颊压出浅浅印子，微微嘟起的嘴唇引人遐想。这就是你发现的人类雌性。帝王的声音充满威压。是的，陛下，我已封锁消息，关于他的一切都不会外泄。瑟兰迪尔迪尔挑眉，你的报告说他精神力为0，测试仪器当时突发故障，未能得出准确结果。帝王沉思片刻后下令，尽快带他来皇城重新测试，身份信息必须完整登记。遵命。但他受了伤，人类雌性体质脆弱，需要休养几日才能动身。瑟兰迪尔轻敲扶手，此事交由你全权负责，务必确保他的安全。通讯结束后，厉进松了口气，他私心希望能与诺诺多相处些时日，毕竟护送任务结束后，他就必须返回基地。诺诺一觉睡到大天亮，还想赖床的时候，敲门声响起了。进来。他理了理凌乱的头发，以为是厉进，没想到进来的是莫林，手里还端着个陶瓷碗。怎么是你？诺诺脱口而出，随即捂住嘴。莫林重重关上门。我是厉进，很失望。没有没有。诺诺急忙陪笑。莫领副将亲自来看我，我很惊喜。莫领这才露出笑容。我说话算话，说了要负责你的饮食。他地上冒着热气的粥，散发着海洋与花香交织的奇特气息，好特别的味道。诺诺惊叹。当然。莫领得意地说，这是用基因优化谷物和深海星藻熬制2小时的营养粥。见诺诺眼睛发亮，莫领坏笑着递过粥勺，可就在他要尝时，突然停下动作。怎么了？诺诺有些尴尬。我还没刷牙。莫领挑眉，一把夺过粥碗放在桌上，弯腰将它从被窝里捞起，扛在肩上。诺诺惊呼着，感受他结实的臂膀，单薄睡衣下的肌肤瞬间发烫。来到卫生间，莫领将它放在洗手台上，诺诺这才发现脏衣服都不见了，想到厉进可能洗了他的贴身衣物，脸颊又红了起来。脸怎么这么红？莫领突然凑近，将他困在双臂之间，他炽热的呼吸喷在脸上，让诺诺心跳加速。与绅士的厉进不同，莫领浑身散发着侵略性。该不会是在想厉进吧？莫领眯起琥珀色的眼睛，诺诺支支吾吾的样子证实了猜测。莫领眼神一冷，突然低头咬住他白皙的脖颈。莫领，你属狗的吗？疼痛让诺诺眼角泛泪，推搡间扯掉了莫领胸前的纽扣，直到血珠渗出莫领才松口，用滚烫的舌尖卷走血滴，刹那间奇异的快感席卷全身。莫领呼吸急促，灼热的气息喷在诺诺雪白的颈间，烫得他微微发颤。他整晚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诺诺能如此吸引他，连他的精神体都异常亢奋。更奇怪的是，他喝过的营养液竟带着微弱的安抚效果。一个大胆的猜测在莫领脑海中成型，那人可能拥有精神力。在兽人世界，精神力安抚有3种方式，一肢体接触，2精神链接，这2种都需要雌性主动释放精神力，而第3种精液交融是最原始直接的方式，雌性无需刻意释放精神力，双方都能获得极大满足，是最常用的安抚方法。莫领原本计划以接吻为借口获取经验，但看到诺诺因想着其他雄性而脸红的样子，他气得直接咬了上去。他细细舔舐着破皮的伤口，将渗出的血珠一滴不剩的咽下，体内涌起的舒畅感让他确认，这就是高度匹配的精神安抚。作为 S 级强者，能让他产生灵魂共振，说明诺诺的精神力至少也是 S 级，难怪厉进对他如此呵护，原来是在隐瞒这个秘密。诺诺给我更多。莫领湿漉漉的眼神透着委屈，活像被欺负的人是他。诺诺害怕的发抖。不要。话音未落，莫领已经强势吻住他的唇，诺诺拼命挣扎，却敌不过他的力气，这是他的初吻啊！莫领边吻边将他抱起，诺诺本能地夹住他的腰，这个动作让2人贴得更紧。当被摔在床上时，他甚至弹了2下。你放开我！诺诺屈腿挣扎着，他是真害怕莫林把他给那个了，他还没这个心理准备。而因为诺诺抬腿的动作，衣摆瞬间下滑到了腰间，莫领瞳孔轻颤，他看到了小雌性最神秘的部位，喉结上下滚动着，极度渴望变态。诺诺羞红了脸，摆手拉住衣摆往下盖，大声喊了出来。而正好在走廊上采购回来的厉进听到诺诺的叫喊，瞬间打开了房门，看到房内景象，厉进怒不可遏的挥拳。混蛋，你做了什么？莫林冷笑，别装了，我不会让你独占小雌性。2人正要大打出手，诺诺的哭声让他们同时僵住。糟糕，吓到小雌性了。莫林刚靠近几步，诺诺就害怕的往后缩，他只能停下脚步。厉进立刻上前，用被子裹住诺诺。别怕，有我在。诺诺靠在他怀里抽泣，刚才的事确实吓到他了。莫林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，低头遮住受伤的眼神。以前别人怕他是好事，但现在他多想像厉进那样自然的亲近诺诺。最终他只能握紧拳头离开。别哭了。厉进擦掉诺诺的眼泪，心疼的看着他。诺诺抽泣着，注意到他嘴角的伤流血了。厉进亲吻他的指尖，小伤而已，兽人恢复快。诺诺仍然有些担忧。你找兔河看看。厉进点头答应。好。诺诺转头看了眼刚刚莫领在的方向，发现他已经不在了。他被厉进打了一拳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不对，才不要关心那个坏蛋。厉进捏起诺诺下巴，看到他红肿的嘴唇和颈间的咬痕，眼神变暗。莫林对你做了什么？诺诺脸红的躲闪。没什么。还有其他痕迹吗？厉进声音低沉，甚至要掀开被子检查。真的没有了。诺诺急忙拉住被子。他只是突然吻了我。
活。厉静摸摸他的头，这事我会处理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他拿出一个礼盒，给你买的礼物。盒子里是一条蓝宝石项链，美丽让诺诺惊叹。厉静微微一笑，你喜欢就好，我帮你戴上。靠近时又看到那个咬痕，呼吸变重，他克制的快速戴好项链。指纹录入成功。他会说话。诺诺惊讶道，这是最新款光脑项链，皇城很流行。他帮他设置好，不在时可以用它联系我。你的身份信息还未去皇城注册，有很多功能暂时无法使用。说完，他偏过头，目光带着几分关切与询问。需要我教你怎么使用吗？诺诺一听，不服输的进上来了。你可别小瞧我，我自己研究研究就会了。玩手机上网，谁不会啊？她可是个宅女，天天跟电子产品打交道。诺诺自信地操作起来，很快沉迷于新网娱乐板块。当她点开当红男星照片时，半裸的性感造型让她瞬间脸红心跳，甚至裤子的纽扣拉链是打开的，都能看到。我靠，这也太刺激了！还想再细看的时候，界面被厉静火速关闭。诺诺，你没事吧？他掏出手帕，轻轻擦拭他鼻尖的血迹，眉头紧锁。诺诺羞得想钻进地缝。没事没事，这尺度好大。兽人天性开放，所以厉静欲言又止，特别好。诺诺笑得眼睛弯成月牙，已经开始盘算以后天天刷帅哥的快乐生活。厉静抿紧嘴唇，强压下心头的不悦。他不想让小雌性觉得自己心胸狭隘。突然响起的肚子叫声打破沉默。诺诺红着脸小声说：“我饿了。”厉静的目光注意到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碗粥，目光一沉，不用想都知道这是莫哥准备的。他早些回来就是想为诺诺准备早餐的，没想到让莫哥抢先一步，甚至是做出了出格的事情。粥凉了，我去重做。他端起碗就要倒掉，别浪费。诺诺急忙拦住，热一下就好了，毕竟是人家的心意。厉静动作停顿后点了点头，好。厉静最好了。诺诺甜甜一笑，厉静顿时心头一暖。随后他端着粥转身走出了卧室，确认房门关紧后，诺诺贼兮兮的重新点开新网，快速找到刚才那个红发美男的主页 ，ID 飞燕 S 级9尾赤狐模特。天啊！诺诺看得面红耳赤，浴袍半场的广告照里，汗珠在白皙胸膛绽开，玫瑰红发金瞳勾魂摄魄，鼻血又涌出来了。他手忙脚乱，用手帕按住鼻子，正要关掉时，突然收到私信提醒：飞燕感谢关注。诺诺刚回复不客气，就弹出实名认证提示，他懊恼地删掉文字，殊不知屏幕那端的红发狐狸正眯着眼研究这个可疑的新账号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吓得他赶紧关掉新网。厉静端着热粥进来时，诺诺的眼神不自觉地往他制服领口飘。在想什么？厉静问。在想你脱光身材好不好？这回答让厉静一愣，喉结上下滚动着。他的小雌性是想看他的身体吗？诺诺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后，一声惊呼，迅速捂住嘴巴。天哪，他真该死，怎么又把心里话说出来？没关系的，诺诺其实看雄性的身材也是雌性择偶的一个标准。我很高兴诺诺愿意考虑我。厉静耳尖微红，脸上依旧是温和的笑意。放下粥后，抬手竟直接伸向了第一颗纽扣，解开了能隐约看到一截性感的锁骨。诺诺立马叫停，别，我瞎说的。感觉他不叫停，厉静很有可能脱得连裤衩子都不穿。厉静眸光一暗，有些失落。诺诺的意思是不考虑我为受夫吗？不是了。诺诺急得拉住他的手，只是还没准备好。见厉静仍闷闷不乐，他拍拍床沿，过来。厉静乖乖坐下，诺诺指尖轻轻穿过她雪白的发丝，像抚摸云朵般温柔。我的小厉静，不要不开心嘛。厉静仰起脸，贪恋地蹭着他的手心，忽然侧手一个亲吻落在他掌心，温暖的触感让诺诺心头一颤，捂着鼻子，指尖还残留着鼻血的温热。看着被厉静火速关掉的新网界面，脸颊烫得能煎鸡蛋。刚才那红发美男飞燕的照片太过冲击，浴袍半场露出的流畅腰线，金瞳里勾人的笑意，让她这个来自地球的宅女完全招架不住。诺诺还难受吗？厉静的声音带着担忧，指尖轻轻抚上他的鼻尖，手帕上的清凉气息驱散了些许燥热。他眸色沉沉，方才瞥见的画面让他心头莫名发紧。新网这些娱乐内容似乎太不适合他的小资主了，连忙摇头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没事，就是不小心上火了。他可不敢说自己是看帅哥看流鼻血的，这话要是说出来，厉静指不定会把新网都给屏蔽了。厉静将热好的营养粥递到他面前，粥里的深海星藻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基因优化谷物煮的软糯，比昨晚瑞格送来的营养液可强多了。快趁热喝，喝完我带你去基地里逛逛，熟悉一下环境。苏诺诺坐起身，接过粥勺小口喝着，清甜的味道在舌尖散开，肚子瞬间咕咕叫起来。他边喝边好奇地问：厉静，基地里除了兔和医生，还有其他兽人吗？他们都是什么物种呀？基地里有300多名兽人战士，物种各不相同，有狼族、鹰族、虎族，还有一些珍稀物种。厉静耐心解释着，目光落在他颈间的蓝宝石光脑项链上。项链的紧急呼叫功能我已经设置好了，遇到危险直接喊我的名字，我就能感应到。苏诺诺点
点点头，指尖轻轻摩挲着冰凉的蓝宝石，心里暖暖的。这个陌生的星际世界，因为丽静的存在，似乎少了许多恐惧感。喝完粥，丽静小心翼翼地抱起苏诺诺，这次没有化作白石，而是就着人形一步步走出房间。基地内部宽敞明亮，金属质感的走廊两侧排列着整齐的房间，不时有穿着统一制服的兽人走过，看到丽静怀里的苏诺诺，都纷纷停下脚步恭敬的行礼。礼尚讲好，这位就是你带回的雌猪吗？长得真好看！天哪，我居然见到活的雌猪了，比新网上的虚拟形象还美。议论声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到苏诺诺耳中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往丽静怀里缩了缩，脸颊微红。星际的兽人似乎都格外直接，这种毫不掩饰的夸赞让他有些招架不住。丽静察觉到他的窘迫，沉声说道：“都散了，各司其职。”兽人战士们立刻噤声，纷纷退到一旁，眼神却还是忍不住往苏诺诺身上瞟。在雌少熊多的星耀帝国，雌性本就稀缺，像苏诺诺这样娇软可爱的，更是让他们移不开眼。别害怕，他们没有恶意。丽静低头安抚道，温热的气息拂过苏诺诺的额头。在基地里，没人敢伤害你。苏诺诺轻轻嗯了一声，偷偷掀开眼皮打量着周围。走廊尽头的训练场上，几名兽人正在进行格斗训练，其中一名狼族兽人动作迅猛，利爪划过空气发出咻咻的声响，另一名虎族兽人则力大无穷，一拳砸在训练桩上发出沉闷的巨响。他们平时都这么训练吗？苏诺诺好奇地问。为了抵御虫族入侵，也为了保护帝国的雌主们。丽静的眼神变得严肃起来。虫族生性残暴，经常突袭边境星球，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最佳状态。正说着，一道黑色的身影突然从旁边的房间里冲了出来，直直地挡在两人面前。苏诺诺抬头一看，正是莫林，他的脸上还带着淡淡的淤青，显然是昨晚被丽静揍的。可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却燃烧着炽热的光芒，紧紧盯着他。莫林，你想干什么？丽静将苏诺诺往怀里紧了紧，警惕地看着他，周身散发出危险的气息。莫里没有理会丽静，目光死死锁在苏诺诺颈间的咬痕上，喉结滚动了一下。诺诺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他昨晚回去后，脑海里全是苏诺诺哭泣的样子，还有他血液带来的那种极致的安抚感，让他根本无法平静。苏诺诺看到他，下意识地往丽静身后躲了躲。昨晚的经历让他对莫林还有些畏惧。我没事。莫林的眼神暗了暗，心里有些失落，却也知道是自己太过冲动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盒子，递到苏诺诺面前。这个给你，算是我昨晚的赔罪。盒子打开，里面是一颗圆润的黑色晶石，散发着微弱的光泽，触手冰凉。这是暗影石，戴在身上可以安神，还能抵御轻微的精神冲击。莫林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丽静皱眉，正要拒绝，苏诺诺却抢先说道：“谢谢你，莫夫将。”他看着莫林眼底的愧疚，心里的畏惧少了几分。虽然他昨晚的行为很过分，但也不是故意要伤害他，而且这暗影石看起来确实很漂亮。苏诺诺伸手接过暗影石，指尖不小心碰到了莫林的手，两人同时一顿。莫林只觉得一股柔软的触感传来，体内的狂暴值竟然瞬间下降了1%。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看向苏诺诺的目光更加炽热。丽静察觉到莫林的变化，立刻将苏诺诺的手收了回来，冷声道：“赔罪我收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”莫里没有动，目光灼灼地看着苏诺诺。诺诺，我知道你现在还不信任我，但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也可以保护你。说完，他深深地看了苏诺诺一眼，转身离开了。苏诺诺握着手里的暗影石，心里有些复杂。这个莫林虽然性格暴躁，但似乎也不是那么坏。丽静抱着苏诺诺继续往前走，脸色却有些凝重。刚才莫林的反应他都看在眼里。诺诺的精神力果然不简单，仅仅是指尖触碰就能让狂暴值高达98%的莫林有所缓解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 S 级精神力能做到的。丽静，你怎么了？苏诺诺察觉到他的不对劲，轻声问道。没什么。丽静回过神，勉强笑了笑。我们去医疗部，让兔和医生再给你检查一下脚踝。来到医疗部，兔和正坐在电脑前整理资料，看到丽静抱着苏诺诺进来，兔耳朵立刻竖了起来，连忙站起身。厉上将苏词主，你们来了，麻烦你再给诺诺检查一下脚踝。丽静将苏诺诺放在检查床上，兔和点了点头，拿出专业的检测仪器，小心翼翼地放在苏诺诺的脚踝上。仪器屏幕上很快显示出数据，兔和看着数据，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太不可思议了，苏词主的恢复能力也太强了吧！才1天时间，脚踝的软组织损伤就已经合了大半，再过2天应该就能完全康复了。苏诺诺也很惊讶，他昨晚还疼得走不了路，没想到恢复得这么快，难道这就是3S 级雌性的体质？丽静闻言松了口气，那就好。他最担心的就是诺诺的身体，毕竟人类雌性的体质在星际来说确实比较脆弱。就在这时，兔和的光脑突然响了起来，是基地的紧急通知。兔和看完通知，脸色变得有些苍白。厉上将，边境传来消息，虫族大规模入侵，已经突破了3道防线，请求基地支援。丽静的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，他立刻站直身体，沉声道：“我知道了，立刻通知所有战士，10分钟后在训练场上集合。”是。兔和连忙点头，转身去传达命令。苏诺诺看着丽静紧绷的侧脸，心里有些担心。丽静，你要去打仗吗？丽静低头看向苏诺诺，眼神温柔了许多。诺诺，我必须去。边境的战士们需要我，帝国的雌主们也需要我保护。他伸手轻轻抚摸着苏诺诺的头发。你在基地里乖乖待着，兔和医生会照顾你，有任何事情都可以用项链联系我。
苏诺诺点点头，眼眶有些发红。那你一定要小心，注意安全。他虽然认识厉进的时间不长，但已经把他当成了可以依靠的人，真的很担心他会出事。厉进看着他泛红的眼眶，心里一紧，俯身轻轻在他额头印下一个吻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说完，他转身大步离开了医疗部，周身散发出的凛冽气场让整个医疗部都安静了下来。苏诺诺坐在检查床上，手里紧紧握着那颗暗影石，心里默默为厉进祈祷。10分钟后，训练场上已经集结了300多名兽人战士，厉进站在最前面，穿着一身黑色的战斗服，腰间别着一把激光剑，眼神锐利如鹰。兄弟们，边境告急，虫族入侵，我们作为星耀帝国的守护者，必须挺身而出，将虫族赶出去，誓死保卫帝国，誓死保卫此主。兽人战士们齐声呐喊，声音震耳欲聋，充满了斗志。莫凛站在队伍的前排，眼神坚定，他看着厉进的背影，心里暗暗发誓，这次一定要好好表现，不仅要保卫帝国，还要让诺诺看到他的实力，让他知道自己也可以保护他。厉进满意地点点头，出发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兽人战士们纷纷化作兽形，展翅的鹰族、奔跑的狼族、咆哮的虎族，还有厉进化作的那头威武的白狮，浩浩荡荡地朝着边境飞去。苏诺诺站在医疗部的窗边，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心里充满了担忧。兔河走到他身边，安慰道：苏司主，你别担心，厉上将和莫副将都是帝国最强大的战士，他们一定会打赢的。苏诺诺勉强笑了笑，我知道，可我还是很担心。要不我带你去基地的休息室吧，那里有新网直播，可以看到边境的战况。兔河提议道。苏诺诺眼睛一亮，好。两人来到休息室，兔河打开新网直播，屏幕上立刻出现了边境的画面。虫族的数量非常多，它们长得奇形怪状，有着坚硬的外壳和锋利的爪子，疯狂地攻击着帝国的防线。帝国的战士们奋力抵抗，激光炮、能量箭不停地朝着虫族攻击。战场上硝烟弥漫，惨叫声、爆炸声不绝于耳。苏诺诺紧紧攥着拳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，寻找着厉进和莫凛的身影。很快他就看到了那头威武的白狮，厉进正带领着一群兽人战士疯狂地撕咬着虫族，他的每一次扑击都能咬死好几只虫族，可虫族的数量实在太多了，刚打死一批又冲上来一批。莫凛化作的黑豹也十分勇猛，它的速度极快，在虫族之间穿梭自如，利爪划破虫族的外壳，留下一道道深深的伤口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只体型巨大的母虫突然出现，它喷出一道黑色的毒液，直直地朝着莫凛射去。小心！苏诺诺忍不住惊呼出声，莫凛反应迅速，立刻侧身躲开，可毒液还是擦到了他的肩膀，黑色的毒液瞬间腐蚀了他的皮毛，冒出阵阵黑烟。莫凛疼得闷哼一声，身体晃了晃，狂暴值瞬间飙升到了99%。莫凛，苏诺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厉进也看到了莫凛的情况，他怒吼一声，朝着母虫扑了过去，激光剑狠狠劈在母虫的外壳上，发出当的一声巨响，母虫的外壳竟然毫发无损。母虫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，伸出长长的触角，朝着厉进卷了过去。厉进躲闪不及，被触角缠住了身体，无法动弹。厉进，苏诺诺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，他看着屏幕上被困住的白狮，心里焦急万分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苏诺诺颈间的蓝宝石光脑项链突然发出一道耀眼的蓝光，紧接着他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体内涌了出来，顺着项链传递到新网直播画面中。战场上被困住的厉进突然感觉到一股温暖的力量包裹着自己，体内的能量瞬间暴涨，他怒吼一声，挣脱了母虫的触角，激光剑上燃起熊熊的白色火焰，再次朝着母虫劈了过去。轰！这一次激光剑竟然直接劈开了母虫的外壳，母虫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，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弹。周围的虫族看到母虫死亡，顿时陷入了混乱。帝国的战士们趁机发起攻击，很快就将剩下的虫族消灭干净。休息室里，苏诺诺看着屏幕上的胜利画面，松了口气，眼泪却还是不停地往下掉。刚才那股力量是什么？难道是自己的精神力？兔河也惊讶地看着苏诺诺。苏词主，刚才那股力量是你释放的吗？太厉害了，竟然能远距离支援厉上将。苏诺诺摇了摇头，他也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光脑项链响了起来，是厉进的视频通话。苏诺诺立刻接通，屏幕上出现了厉进的身影，他已经变回了人形，脸上带着些许疲惫，却依旧帅气逼人。诺诺，你还好吗？厉进，我没事，你怎么样？莫凛呢？苏诺诺连忙问道。我没事，莫林只是受了点轻伤，已经在治疗了。厉进的目光温柔地看着他。诺诺，刚才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的精神力支援，我可能已经出事了。苏诺诺有些惊讶，那股力量真的是我释放的。厉进点点头，你的精神力非常强大，竟然能突破空间限制，远距离进行支援和安抚。诺诺，你果然是3S 级精神力。苏诺诺这才明白，原来自己真的是3S 级雌性，难怪那些兽人会对自己如此痴迷，难怪莫林只是触碰自己就能降低狂暴值。厉进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苏诺诺问道。我们处理完边境的后续事宜，明天就能回去了。厉进说道。诺诺，
等我回去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好，我等你。苏诺诺点点头，挂了视频通话。苏诺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他没想到自己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，也没想到自己在这个星际世界竟然如此重要。第二天一早，丽静就带着兽人战士们回来了。苏诺诺早早的就等在基地门口，看到丽静的身影，他立刻跑了过去。丽静看到他，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，快步走上前，将他紧紧抱在怀里。诺诺，我回来了。苏诺诺靠在他的怀里，感受着他温暖的怀抱，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欢迎回来。莫林也走了过来，他的肩膀已经包扎好了，脸色还有些苍白，但看向苏诺诺的目光却依旧炽热。诺诺，我也回来了。苏诺诺抬起头看着莫林，轻声说道：莫副将，你没事就好。莫林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心里暖暖的。回到房间后，丽静将苏诺诺放在床上，认真的看着他。诺诺，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。什么事？苏诺诺看着他严肃的表情，心里有些紧张。陛下已经知道了你的精神力等级，他让我带你去皇城进行正式的登记和测试，并且……丽静顿了顿，眼神更加坚定。他希望你能成为帝国的首席雌主，统领所有的雌性，为帝国繁衍后代。苏诺诺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首席雌主？丽静点点头。只有3S 级精神力的雌性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。诺诺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人，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。苏诺诺皱了皱眉头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穿越者，哪里有能力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？而且成为首席雌主，是不是就意味着要和很多雄性匹配？他可不想像个生育工具一样，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。丽静连忙说道：诺诺，你放心，首席雌主拥有绝对的自主权，可以自由选择首辅，没有人敢强迫你，而且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帮助你。莫林也走了进来，看着苏诺诺。诺诺，我也会支持你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跟着你。苏诺诺看着眼前的两个男人，心里有些感动，他们都是真心对自己好，可这个首席雌主的职位实在是太沉重了。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。苏诺诺说道。好。丽静点点头。我们给你时间，不过皇城的测试我们必须尽快去，陛下已经在催了。苏诺诺答应下来。我知道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苏诺诺一直在思考要不要担任首席雌主。他在基地里闲逛，看到那些兽人战士对自己恭敬又期待的眼神，心里渐渐有了答案。这个星际世界需要他，这些兽人也需要他，而且有丽静和莫林在身边支持自己，或许他真的可以试试。出发去皇城的前一天晚上，苏诺诺坐在床边，看着窗外的星空。丽静走了过来，坐在他身边。想好了吗？苏诺诺点点头。我愿意担任首席雌主。丽静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她轻轻握住苏诺诺的手。诺诺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苏诺诺笑了笑。其实我也有私心，我想保护那些和我一样的雌性，让他们不再被强迫匹配，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幸福。丽静将他搂进怀里。我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的。第二天一早，丽静和莫林带着苏诺诺乘坐着星际飞船前往皇城。星际飞船的速度非常快，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到达了皇城。皇城比苏诺诺想象中还要繁华，高耸入云的建筑，穿梭不息的悬浮车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兽人让他眼花缭乱。飞船降落在皇宫门口，一名穿着华丽礼服的侍从已经等候在那里。厉上将，莫副将苏慈主陛下已经在大殿中等候你们了。侍从恭敬地说道。跟着侍从走进皇宫大殿，苏诺诺看到了坐在皇座上的瑟兰迪尔陛下，他穿着一身金色的黄袍，面容俊美，眼神威严，周身散发着帝王的气场。参见陛下。丽静和莫林单膝跪地行礼，苏诺诺也学着他们的样子，微微躬身。参见陛下。瑟兰迪尔陛下的目光落在苏诺诺身上，眼神中带着审视和满意。苏慈主，欢迎来到皇城。你的事迹我已经听说了，3S 级精神力果然名不虚传。陛下过奖了。苏诺诺谦虚地说道。请坐吧。瑟兰迪尔陛下指了指大殿两侧的椅子，三人坐下后，瑟兰迪尔陛下说道。苏慈主，关于首席雌主的职位，我想您已经考虑清楚了吧？是的，陛下，我愿意担任首席雌主。苏诺诺坚定地说道。瑟兰迪尔陛下点了点头。很好，明天我会为你举行册封大典，之后会安排你进行正式的精神力测试和身份登记。在这之前，你可以在皇宫里好好逛逛，熟悉一下环境。谢谢陛下。苏诺诺说道。随后侍从带着苏诺诺去了为他准备的宫殿，丽静和莫林也被安排在了旁边的宫殿休息。苏诺诺的宫殿非常豪华，里面的设施一应俱全，还有一个巨大的花园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星际花卉。他坐在花园里的长椅上，看着眼前的美景，心里有些感慨，没想到自己一个普通的地球宅女，竟然会来到这样一个神奇的星际世界，还成为了即将册封的首席雌主。在想什么？丽静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苏诺诺回头一看，丽静和莫林正朝着他走来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莫林坐在他身边，递给他一串晶莹剔透的果实。这是皇城特有的水晶果，味道很甜，你尝尝。苏诺诺接过水晶果，咬了一口，清甜的汁水在舌尖散开，味道果然很好。谢谢。明天就是册封大典了，紧张吗？丽静问道。有一点。苏诺诺如实说道。别怕，有我们在，
厉进握住他的手，给他力量。莫林也说道：“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会保护你。”苏诺诺看着他们，心里充满了安全感，有他们在，就算面对再大的困难，他也不会害怕。第二天册封大典如期举行，皇宫广场上挤满了兽人，他们都想亲眼目睹这位3S 级词主的风采。苏诺诺穿着一身华丽的白色礼服，戴着象征首席词主的皇冠，在厉进和莫林的陪伴下，一步步走上册封台。瑟兰迪尔陛下亲自为他戴上权杖，高声宣布：从今日起，苏诺诺为星耀帝国首席词主，统领所有词姓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首席词主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广场上的兽人齐声呐喊，声音震耳欲聋。苏诺诺站在册封台上，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兽人，心里充满了责任感。他举起权杖，高声说道：我苏诺诺在此起誓，定当守护星耀帝国的每一位雌性，让他们都能自由幸福的生活。话音刚落，广场上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。苏诺诺的目光扫过人群，每一个炽热的眼神都承载着期待与信任。他深知这不仅是一场册封，更是一种使命的交付。册封大典结束后，苏诺诺跟着瑟兰迪尔陛下前往皇室实验室，进行正式的精神力测试和身份登记。实验室里的设备比基地里的先进得多。当苏诺诺的精神力注入测试仪器时，屏幕上的数值疯狂跳动，很快就稳定在了3S 级。果然是3S 级精神力。实验室的负责人激动地说道：陛下，这是帝国几万年以来出现的第一位3S 级词主，有了苏词主，帝国的未来可期啊！瑟兰迪尔陛下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很好，苏词主，你的身份信息已经登记完毕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星耀帝国真正的首席词主了。苏诺诺点了点头，心里有些激动。他终于在这个星际世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。从实验室出来，厉进和莫林已经等候在外面。诺诺，恭喜你！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。苏诺诺笑了笑，谢谢你们。现在你是首席词主了，有没有想过选择谁做你的首辅？厉进看着他，眼神中带着期待。莫林也紧张地看着他，心里充满了忐忑。苏诺诺看着眼前的两个男人，他们都很优秀，也都对自己很好。厉进温柔体贴，一直默默守护着自己。莫林虽然性格暴躁，但也真心实意地为自己付出。他真的很难做出选择。苏诺诺犹豫了一下，我能不能两个都选？厉进和莫林都愣住了，他们没想到苏诺诺会这么说。在星际世界，雌性确实可以拥有多位兽夫，但很少有雌性会同时选择两位如此强大的兽人。诺诺，你确定吗？厉进问道，眼神中带着惊喜。苏诺诺点点头，他知道这个决定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，但他不想伤害任何一个人。厉进和莫林都是他生命中重要的存在，他无法只选择其中一个。你们都很好，我不想伤害任何一个人，而且我觉得有你们两个人在身边，我会更有安全感。莫林的脸上露出了狂喜的笑容，他一把抱住苏诺诺。诺诺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厉进也走上前，轻轻搂住苏诺诺的肩膀。诺诺，我们会永远守护你，做你最坚强的后盾。苏诺诺靠在他们的怀里，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他知道自己的星际生活才刚刚开始，未来可能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但只要有厉进和莫林在身边，他就有勇气去面对一切。而此时新网之上，关于3S 级首席词主苏诺诺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星耀帝国，无数的兽人都对这位神秘又强大的词主充满了好奇和向往。但他们都知道，苏词主已经有了2位强大的兽夫，而且首席词主的选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，无论是繁华的主城，还是偏远的殖民星球，兽人们都在讨论着这位新晋的首席词主。酒吧里，雄性兽人们举着能量酒，兴奋地谈论着苏诺诺在册封大典上的英姿，以及他那震撼人心的3S 级精神力。听说他仅凭精神力就能远距离支援厉进上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一个虎头兽人猛灌了一口酒，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。旁边的兔族雌性则羞涩地捧着脸颊。苏词主好勇敢，还说要保护我们所有雌性，让我们自由选择幸福，他真是我们的榜样。在星际学院里，年轻的兽人们更是将苏诺诺视为偶像，他们在虚拟训练室里模拟他的精神力运用，讨论着他未来会如何带领帝国走向繁荣。一些雌性兽人甚至自发组织了诺诺后援会，收集他的影像资料，学习他的坚强与善良。然而并非所有的声音都是赞美，在帝国的某些阴暗角落，一些保守派的老贵族对苏诺诺的出现表示担忧。他们认为一个来历不明的地球雌性，即使拥有3S 级精神力，也不足以担当首席词主的重任，更无法理解他同时选择厉进和莫林2位强大兽人作为兽夫的行为，认为这有违传统。一个雌性怎能如此不知廉耻？同时拥有2个兽夫，这会带坏帝国的风气。一位穿着古老家族服饰的老贵族在私下的聚会上愤愤不平地说道，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苏诺诺的质疑和不满。还有一些野心勃勃的兽人势力也对苏诺诺的地位虎视眈眈，他们嫉妒厉进和莫林能得到首席词主的青睐，更觊觎首席词主所拥有的权利。他们在暗中蠢蠢欲动，试图寻找苏诺诺的把柄，或者制造混乱，以动摇他的地位。新网上开始出现一些匿名的帖子，质疑苏诺诺精神力的真实性，甚至编造一些关于他私生活的谣言，企图抹黑他的形象。这些消息如同细密的网悄然蔓延开来。苏诺诺虽然身处皇宫，也通过厉进和莫林的汇报，以及自己偶尔浏览新网，了解到了外界的种种声音。他知道成为首席词主就意味着站在
在了风口浪尖，未来的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。但他的眼神依旧坚定，心中的信念也未曾动摇。他明白，只有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守护好那些信任他的兽人，才能打破所有的质疑，真正坐稳首席词主的位置。而丽静和莫林也时刻警惕着那些潜在的威胁，用他们的力量为苏诺诺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。星耀帝国因为这位3S 级首席词主的出现，正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一场围绕着权力、信任与挑战的风暴已在无形中酝酿。苏诺诺站在皇宫最高处的露台上，俯瞰着脚下这座既繁华又暗流涌动的皇城。丽静和莫里一左一右站在他身边，三人的身影在落日余晖中拉得很长。新网的消息还在不断更新，那些质疑和恶意揣测像潮水般涌来。虽然丽静和莫林已经下令屏蔽了大部分，但总有漏网之鱼，像细小的针时不时刺一下他的神经。那些老顽固就是见不得雌性掌权。莫里一拳砸在旁边的石栏杆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眼中满是怒火。还有那些散布谣言的，要是被我查出来是谁，定要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。丽静则相对冷静，她轻轻拍了拍苏诺诺的后背，声音沉稳：诺诺，别让这些杂音影响你，他们越是这样，越说明他们害怕你，害怕你带来的改变。苏诺诺深吸一口气，晚风吹拂着他的长发，也吹散了些许心头的烦躁。他转过身看着丽静和莫林，眼神清澈而坚定。我知道他们的质疑，我会用行动去回应；他们的挑战，我会勇敢去面对。只是他顿了顿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。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，而是那些真心信任我、支持我的雌性和兽人。如果因为我让他们受到牵连，我会于心不安。丽静握住他的手，掌心的温度传递着力量。你不会孤军奋战，我和莫林还有那些真正拥护你的兽人都会站在你这边。而且瑟兰迪尔陛下既然选择了你，就不会坐视不理。正说着，苏诺诺的个人终端轻轻震动了一下，是一条来自瑟兰迪尔陛下的消息，邀请他明晚参加皇室举办的小型晚宴，届时会有几位重要的大臣和贵族出席。陛下，这是……苏诺诺有些疑惑，莫林凑过来看了一眼，撇撇嘴，还能是什么？肯定是那些老贵族在陛下面前嘀咕了什么。陛下这是想让你正式跟他们见个面，敲打敲打他们，也让你亮亮相，展示一下你的底气。丽静点头表示赞同。莫林说的有道理，这既是机遇，也是挑战。晚宴上，那些老贵族肯定会对你发难，你要做好准备。苏诺诺看着终端上的消息，心中了然，这便是风暴来临前的第一道考验，他不能退缩，也退无可退。他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决绝的光芒。好，我去，我会让他们知道我苏诺诺担得起首席词主这个位置。夜幕逐渐降临，皇城的灯火如同繁星点点，将这座巨大的城市映照得如同白昼。苏诺诺知道，从明天的晚宴开始，真正的较量就要拉开序幕了。那些隐藏在暗处的眼睛，那些蠢蠢欲动的野心，都将在他面前一一展开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将所有的不安和犹豫压在心底，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决心。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的身后有丽静，有莫林，有无数期待着改变的兽人。这场围绕权力、信任与挑战的风暴他接下了，而他要做的不仅仅是在风暴中站稳脚跟，更要乘风破浪，为星耀帝国，为所有雌性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。